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 GT-R 是查尔斯花了2万美刀买到的。从视频的展示情况来看，车子受损最严重的全在车身右侧，前端的翼子板已经报废，轮胎也抱死不能转动，机盖也都弹了出来，而后方的车门处也有着很深的凹痕，看着非常的触目惊心。而这辆车受伤最严重的其实在尾部，整个后端都撞了进去，1/4面板也扭曲的不成样子，里面的线路散落的到处都是，就连排气管也被挤压变形。这时我就很纳闷了，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事故，后备箱的铰链都被撞了出来，玻璃竟然一块都没碎？难道车上的玻璃都是用的中国钢化玻璃吗？更神奇的是内部就爆了一个侧面的气囊，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故能造成这么奇葩的情况。几个人细心的将车子检查了一遍，知道了车子的基本情况。可现在最让查尔斯担心的就是发动机，如果他无法启动，这次的修复就基本提前结束了。要知道在当地一台发动机的价格就要上万美刀，他们先把前面的油管接好，检查了一下车子的机油情况，然后给车子充上了电。这时查尔斯拿到了钥匙和车子的基本质量，在和原车主的聊天中才知道事故的原因。当时他以70英里的速度在高速路上行驶，由于当时是下雨天，路况不是很好，在自己的操作不当下，车子突然失控，汽车撞到了中央部位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而眼前的这个钥匙也是很昂贵的，它里面有一个万能钥匙，上面有4个独特的孔洞，每个 GT-R 都是不同的模型。将钥匙插入脚踏板下面的钥匙孔，顺时针旋转，后备箱就被打开了。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一个完好的大灯，这一下就能给查尔斯省下1000多美刀。要知道这款灯在当地的网站上都要1200到1500的价格。等他们把后备箱的东西都清理出来后，就能清晰的看到1/4面板的损坏程度了，下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洞，而面板已经扭曲的不能再扭曲了。而这时电瓶已经冲进去150，可以尝试启动车子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车子什么反应都没有，查尔斯心里瞬间就吊了起来。还好师傅比较专业，他认为是保险丝的问题。两人用万用表给线路做了一顿检查后，又来尝试发动车子。车子虽然有了响动，但依然还是无法启动。这时师傅想起了 GT-R 的通病，一边拍击下方板面一边启动车子，可想而知这样的操作就是撞大运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检查后，终于找到了毛病的所在，在方向盘的下方有一个安全锁，当他将其按住后，仪表盘瞬间就亮了起来，启动车子也一下启动成功，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好。然后他们开始尝试里面的功能，基本都是正常的，仪表盘上也没什么异常。这时查尔斯的心才算真正的放了下来，既然发动机没什么大毛病，接下来就是要修复损伤最严重的1/4板面。查尔斯在这之前订了一堆所需的套件，俗话说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修复前的准备工作必须提前做好，而拆卸套件也是有讲究的，都要按顺序来一一拆解。他先将车子架了起来，准备拆掉尾部的保险杠。要拆卸保险杠，首先要将下面的护板拆下来，上面有大概12个螺丝，如果螺丝不锈实的话，拆卸还是非常的简单的。等护板被拆下来后，拆保险杠就非常简单了，只要卸掉里面的螺丝，保险杠就能轻松的拿下来。接着就是上面的后备箱盖，上面有很多的树叶子，车身也有不同程度的锈蚀。接着他们开始拆解1/4面板周围的小部件，该清理的清理，该拆解的拆解，让整个面板都清晰可见。而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后轮里面的支撑臂应该已经断裂。查尔斯先将其卸下来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轮毂已经走形，内部的手臂也被损坏，这就能看出当时撞击的有多严重，里面的部件基本上都得更换新的。接着查尔斯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了车子的内部，他要将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，好给修复板面腾出空间。俗话说得好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做好修复之前的准备工作，后续才能不被一些小问题所耽误。二人一起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才将其拆解干净。接着他们把所有套件都转移到别的房间，这里就是一个小作坊，空间比较狭小，拆卸的部件都要随时的清理，要不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等二人把屋子清理了一番后，要按照修复大师康纳的步骤，就应该修复板面了。结果查尔斯二人觉得修复时会给里面的部件造成损坏，决定将里面的套件都拆解下来。这不拆倒好，一拆竟然将车内基本拆空了，也不知道是他们就爱拆车，还是修复的经验不足，反正是拆卸干净了才准备修复板面，真是一对奇葩的二人组合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设备是非常的简单，一个事先买好的铁管和一个简单的进步捞，完全一色的手动操作。要么说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呢，什么样的条件做什么样的事，这不也能成功的将其拉出来吗？并且一个拉伸一个锤配合的相当的完美。本以为是一对专业的钣金修复高手，没想到这个修复过程那是相当的长，仅仅这部分的拉伸他们就用了将近2天的时间。不过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糟糕，明显照比修复大师康纳来说差的不知一星半点。不过二人虽然修复钣金失败，但人家还憋了个大招，这真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强踢，你完全想象不到接下来他们的做法。不过在修复钣金时，查尔斯遇到了瓶颈，头铁的他直接购买了半个车厢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在复原板件时
不小心撕裂了上面的面板。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解决方法后，就买下了眼前的这半节车厢。他们决定拆下上面的套件，换掉受损的板面。查尔斯拿着电钻打掉上面每一处铆钉，然后用铁铲一点一点的将铁板撬起。这是一个简单又繁琐的活，没有点耐心是做不了这个工作的。当他拿下眼前的板面时，就用掉了2个多小时。这时按照顺序操作，应该是切割车身了。可不按常理出牌的两兄弟却一直在拆车厢，上面的一块块铁板都被拆了下来。可这拆着拆着就让我浑身冒冷汗。难道车子的车厢都是这样一片片的组装起来的吗？甚至连车尾都是2块铁板拼接在一起的。看着没有一块完整的铁板，我都有一种冲动，想把我的车也拆一下看看，是不是和视频中的一样也是这样拼接的。有明白的可以分享下，是所有车都这样，还是就这车如此？就这样一路钻一路拆，用了几天的时间才将所有套件拆了下来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车子已经被拆得不成样子，整个右侧已经被拆空了。拆车2人组还是比较讲究的，每完成一个阶段都要打扫一下卫生，让工作环境看起来整洁一些，而且还把坐垫下水也清理了出来。就是下方的这个泡沫有些草率了，瞬间就让整台车掉了档次。等把这些都处理完成后，几人就把车子推到了一边，然后把购买的半个车厢搬了过来。接下来就是要从这上面拆解下所需的部件，但在拆解之前要准确的测量相应的数据，并把这些尺寸详细的记录好，这样在安装时就不会出现偏差。拆解工作和之前的方法是一致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就是这一拆解就是好几天，回家睡觉脑袋瓜子都是嗡嗡的，做梦都还是在拆车。经过了半个月的努力，这台 GT2 终于到了组装阶段。他们简单的把屋子整理了一下，把车子恢复到原位，就开始了对接口的清理工作。他先在上面喷了一层防锈底漆，接着就把套件焊了上去。这就像堆积木一样，先从底部开始。可有所不同的是，每一次焊接部件都要对应开始量的尺寸，让其分毫不差。要知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的道理，一处焊接错误，那么之后的套件就会越差越大。要想不出现失误，就得一边焊接一边测量准确，甚至2人都用上了水平仪，就这样一个焊接一个用锤子敲击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最终将所有套件都焊接了上去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又恢复成一点车厢的样子。他在上面喷了2层防锈底漆后，就给上面打了一层钣金专用胶，接着就把1/4面板扣了上去。这时购买的保险杠和车门都到货了，但要安装这些之前，就必须先处理好侧裙上面的凹痕。这个处理方式十分的简单，只需要将凹陷部分用工具切除，然后对其进行修复平整，再将其焊接到原位，这部分的处理就完成了。看到这个时，我突然想提醒各位粉丝，买2手车时需谨慎，像这样的地方它修复好后你完全看不出来。等这部分处理好后，查尔斯就开始对所有瑕疵地方开始打磨，对各个角落进行细心的处理，然后在上面填充上腻子。这可真是钣金好不好全靠腻子找，没有什么是腻子找不平的，只要看着不顺眼的地方他都打上了腻子，并且还给接缝处用上了密封剂，每一处都用刷子将其刷匀后，就开始处理各处的套件。这些套件都是2手的，正面多多少少都有些小的好凹痕。经过一番修复和腻子找平后，车子就被送到了喷漆房。他们先用塑料布封住车身，然后就开始了喷漆工作。这次上漆一共上了3遍，将整个车身都重新上了一遍漆，这样就不会出现色差的现象。等喷清漆的时候，里面出现了一个小学徒，自己什么都看不明白，却愣装着认真学习的样子。这样像跟屁虫一样的时刻，是否你曾经也有过？只不过这个颜色真心有点欣赏不来，如果换成深蓝色是否会好些？你们觉得呢？等上面的塑料布被处理掉后，车子就被开上了拖车，将其运了回来。这时的车子就到了收尾阶段，可是为了省钱，拆车2人组决定修复之前的套件，该修补的修补，该补腻子的补腻子，真可是为了省钱拿出了18般武艺，各种修复是样样精通啊！要是没点技术活都不敢来修车。经过了小伙几个小时的精心处理，终于到了套件喷漆的阶段，他给套件上也喷上了和车身一样的颜色。在等待风干的同时，小哥也没有闲着，他给车上了一层蜡。等套件都风干好后，就将其组装了上去，还给车子换上了4个新的轮胎。等排气管也被更换完成后，这台出了事故的 GT2 就被修复完成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修复后的效果。总体看上去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子，车子棱角分明，很有攻击性。只不过看了修复过程后，这台车的拼接铁板让人很不舒服，还有那单薄的主梁，让我很怀疑这车的安全性。各位看官，你们觉得呢？说出你们心中的看法。